普京打算退休，不管是不是烟幕弹，美国未必希望这个消息成真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这几天呢，有人问我说，普京是不是打算离开政坛了？好像是说是宣布了要退休。那么这个说法的来源呢，是《每日邮报》、《耶路撒冷邮报》说有消息人士透露，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今年退休，不参与2024年大选。然后呢，还找了自己的接班人，自己以后就要去黑海边的宫殿里边度假去。外媒的分析呢，说是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，俄罗斯军方高层对普京的策略非常不满，普京呢跟政府各部门之间越来越相互不信任。最近不是还出了一个普京怒斥副总理，而副总理呢据理反驳的事儿吗？所以外媒推测，普京可能是要面对国内压力，用这种方式体面退出政治舞台，而反对他的俄罗斯的国内力量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。然后俄罗斯换了领导人，就可能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已经持续了11个月的俄乌战争。国内很多媒体表示不太愿意相信，认为普京完全没有必要在当前情况下选择放弃。不过表示质疑的媒体呢，主要也是怀疑这些个说法都是国外媒体的舆论战，目的在于给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，给反对派打气。不过国内媒体也有多种分析，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普京放出的烟幕弹，目的是在于钓鱼，看这个时候谁跳得最欢。还有人觉得普京是想找人跟他玩一次旋转门，换一个西方能认可的谈判对象，把战争结束了再说。他自己提出的战争目标如果不能实现，让下一任宣布放弃，就不算普京自己认怂。等他再次当选，还能把目标重新捡回来，反正是要给俄罗斯缓一缓。感觉呢，大家这么多年下来都没有白看宫斗剧啊，而且是从康熙帝国一路看到了1949年蒋介石下野回浙江那段戏。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，大家都是在判断嘛。我们可以先看看消息来源，说普京要退休这位所谓消息人士叫做阿巴斯·加里亚莫夫，身份呢好像挺权威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任演讲撰稿人。根据国内某省的某大媒体介绍，他现在是俄罗斯政治顾问，以政治学家的身份在俄罗斯主要的日报评论俄罗斯的国内政治。不过加列莫夫2010年去了以色列以后就已经叛逃了，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骂普京。所以这位消息人士的话的真实性还真没法让我一下子就相信。至于咱们某省的这个大媒体，不知道怎么就极目远眺看到了另一个星系的莫斯科去了。好歹还是省报旗下的账号，稍微认真点行不行？其实如果普京下台，确实有可能让俄罗斯陷入场新的混乱，但是也很有可能最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别忘了普京是什么人，是彼得堡帮的人，是全俄罗斯最亲西方的政治势力。普京现在做的这一切，其实说到底是对西方爱而不得，由爱生恨，是想通过一场胜利强势回归西方，不能像以前一样试图融入欧洲，还被人当小弟。我们很多媒体把普京说成反对西方霸权，其实不了解，那只是西方内部的权力斗争。如果普京离开，彼得堡帮失去了对俄罗斯的控制，那么上台的没准就是过去日利诺夫斯基那样的黄俄派势力。对美国来说，普京这个对手是能打也能谈，但是如果换了黄俄派势力上来，那就是只能打没法谈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俄罗斯真的是战败了，一蹶不振了，马上欧洲就会觉得全身没有了压力，再次回到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，也就是所谓的北约脑死亡状态。法国和德国马上会想办法让欧洲觉得再没有必要抱紧美国大腿，让自己当韭菜，那美国反而会丢了自己最重要的根据地。所以美国也必须考虑长期的战略制衡，不能让俄罗斯输，至少不能让俄罗斯输得比较惨。所以留着看似强硬但是还能够对话的普京，至少能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。说服莫斯科就是说服独联体，但真要是俄罗斯解了体，那美国就要一个一个共和国分别去做工作，重新做战略布局也会极其的没效率。既然俄乌战争让美国获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，普京呢又被戏称为最优秀的北约招生办主任，那么美国又怎么会舍得普京辞职离开？